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断联或是分开之后呢，对方对你的一个感觉，对方对你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哦。那第一组的朋友啊，我会觉得说你跟这个人之间呢，好像有一段蛮长的故事，就是时间上很长，或者是说那个情感的连接度是很深的。那我觉得在这段感情中啊，他有一些就是我觉得他回过头来去看待这一段感情的时候，感觉上他有一种觉得就是他当时那个年纪比较不成熟，跟你相遇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那么成熟，就是他解决事情的时候常常是用冷战或是逃避或是不给回应。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不想要在感情中做坏人，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就想说也许时间会解决一切，或者是说呢，他虽然觉得两个人好像面临了一些问题，有一种像是困住彼此的感觉，但是他也就是怎么说呢，他也不会主动的想要去解决，然后他就是有一种能拖就拖，然后他可能觉得有一天说不定呢会出现了转换，出现了转机。那我觉得在这一段关系中，感觉上就是你们会比较需要小心翼翼，就是可能要一直去观察，察言观色，然后有点像是要以对方的心情跟感受优先。然后很多人啊，很多朋友，我觉得在这一组的关系中，你们的关系是比较不对等的，比较像是你们是一直在讨好他，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对方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可能就是前面要有一些铺陈，你要有一些计划，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开口跟对方说我要什么，然后希望你这么做。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视心灵交流的人那你其实我觉得有一段时间你们会感觉到对方的投入没有那么深，或者是说就是两个人明明在一起，可是他好像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就是他也是陪你吃饭然后也是跟你传讯息然后也是可能就是你们俩共同看一场电影等等的，但是就是在一些细节里面在跟他交流的一些对话，一些细节里面，我觉得你们会怎么说？你们是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呢，如果对方有一点点不对劲其实你们就是能够体察到，你会觉得说对方有一种人在心不在的感觉，没有去感受到那个支持。就是我觉得你们会把很多互动的东西看得很细，而且我觉得这一组你们真的是你们是那一种曾经有过很美好，就是花开的很盛的时候，这个人曾经对你蛮热烈的，就是把整颗心都放在你身上，然后跟你有很多的互动，很多的交流。因此当他的内心有一点转变的时候，他的那个对比出来了，你们其实就是很快的就能够察觉到，然后看起来对方对于这些就是你认为他的这些转变，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回应，那他会觉得其实关系好像进行到一段时间内，就是进行到一段时间后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也要有他的时间去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会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维持的方式。但是对于你们这边来说可能是觉得对方的态度很明显的变得冷淡了，但是呢好像又有一种对方不开口，你也不开口去点破那个问题，就是两个人好像觉得去戳破那个真相之后，就会有东西要爆炸了。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感觉上也是会为了
就是你提出要求，你说什么，他应该也是愿意去配合，愿意去做，在当时的那段时间内，只是给你们的感觉，他给你们感觉就好像是哇，你只是在一个敷衍我，或者说你只是因为我讲了你才去做等等的。然后我觉得最令你们会比较可能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在这段关系中，你可能会怀疑说你是不是就是你的魅力是不是下降了？就是对方是不是对你失去了好奇心？为什么他不会想要跟你分享他心中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你们甚至在这段关系中，反而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太过浪漫，或者是说太过粉红泡泡，是不是对方说的那个模式才是比较实际，才是比较接地气，才是比较这种可以维系长久？是不是你的要求太多？是不是你太多小剧场？是不是你太多敏感了呢？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当初真的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所以他遇到他不能解决的事情，可能就是冷处理不回应，然后他可能就想说好吧，就是可能就是也许时间这样慢慢过，看一下会有什么样子的转机。但是他现在回想起来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你问题不解决，你就会被那个问题去解决掉，有点像是这个问题反而真的一开始你们觉得它只是一个未爆弹，也许就是两个人继续相安无事，它是不会爆的，可是真的它就是爆炸了。所以你们两个之间过去确实有一些沟通不良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都站在他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立场跟角度，所以你们两个有点像是平行线，在有段时间内然后是没有交集的。我觉得他对你来说是有蛮多后悔跟抱歉的心态在里面，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处理感情的方式，不管是他面对问题的方式，还有最后的那个分手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他会觉得他处理的不够好，有一些瑕疵，他有点像是说我就是想要让我自己身上的压力卸除，所以我不管你的心情，或者说我不管你当时的一个状况，我就是要先让我自己的压力卸除。然后他也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因为你要解决问题，你要好好的跟一个人说开沟通，他是需要勇气的。那其实逃避是比较轻松的，不回应是比较轻松的，或者是说给一个这种安全的答案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他其实在这段感情中也是有蛮多的一个醒悟，蛮多的一个理解，就是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其实那个互相那个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也许对方过去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明白，就是他对于感情可能也没有想太多，就是遇到了就这样子的相处下去，等于说他是用他的这个本性跟本能在相处，他并没有特别觉得他需要在爱里去学习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很努力的想要去找寻对方的那个节奏频率，然后希望可以去跟得上他的脚步，或者是说配合上他的脚步。可是对方这边如果没有调整的话，会变成说你们单方面的去配合去付出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人很多时候这段感情走到最后变成就是剩下的是一个责任。那我觉得他不想要当坏人，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好好的去说清楚讲明白。可是这个要说他对你们是没有兴趣没有爱了吗？我觉得也不是，有的时候是他对于整个生活都有一种迷茫，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感情中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以为自己对爱失去了热情，所以他会用一种责任的心态来维持。事实上比较像是生活中太多的琐事，太多的现实金钱的压力，让他
没有时间没有心力好好的去爱，我觉得他可能会把他的这个时间用在他的这个兴趣上，就是与其是花在这种辛苦的维系经营感情，他可能会选择花在他的这个兴趣或是冲事业上，因为他其实也有感觉到你们对他的期待是很高的，即使你们不说，你们的那个需求，你们的眼神，他其实是知道，可是他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也许他当时是没有心力去面对这些，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彼此在消耗彼此，然后我不知道你跟他就是怎么样原因，最后是谁先说放手，谁先说分开的。可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分开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没有爱了，只是说好像有点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不知道该怎么去耕耘，然后对方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节点，他会很想要有一个自由，很想要有一个转变，因为这边也有出现这个风暴这张牌，我觉得他内心是有一个风暴的，不是源于这段感情，就是当他内心有这样子的混乱之后他其实会很想要人生整个大翻新，就是有一种断舍离，那感情也许会被视为是他的绊脚石。然后我们这边也有出现了这一张修补跟这个孤儿的这一张牌那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人内心也是很孤单很孤独的，他一直在这个茫茫人海中去好像寻找一个能够懂他的人，他心中是有那个期待，可是我觉得他的问题比较像是他一开始都会觉得说这个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但是实际相处的那个现实问题，那个磨合点，他是很难去度过的，就是变成说对方要去配合他，一直去扮演他心目中理想的那个角色等等的。然后我觉得他对于这段感情的想法是，如果他曾经伤害了你，他会有想要去弥补，或是想要把话说开，或者是说他有机会可以给你一个道歉。那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内在很孤单的人，不管他的外在世界多么成功，或是他身边围绕多少人，我觉得他会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的外在的那个繁华跟内在的孤独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也许他是那种人缘很好朋友很多的人，但是他可能会认为那些只是一个社交的一个维持那些都是一个可能生意上的往来，或是一些酒肉朋友，但是内心中真正能够懂他理解他能够让他说真心话的人真的不多，真的不多。那我觉得他好像目前也还没有找到那个他觉得可以让他想要就是牵手走到永远的那个人。这组牌给我的感觉还是他有非常多孤单的情绪在这个里面，然后他看起来是用其他的事情来转移这种心中孤单的情绪，也许是工作，也许是他的这个热爱。那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内心就暂时不去想这种爱不爱的事情，他反而觉得我这个谋生先把自己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感情就是有点随缘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人我会觉得说他在跟你相处的那一段时间，他好像有很多令他烦恼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烦恼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很放松的去谈恋爱。其实我会觉得他一直很想要从各种框框架架中去逃离出来嘛。也许他心烦的事情是他身上有很多框架，他必须要扮演一个什么好丈夫，或者是好儿子，或者是什么好员工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说要替朋友解决问题等等的，就是朋友的邀约他必须要到等等，他想要维持住某一个形象，然后他给自己蛮多的框架，然后很多东西其实会
向他心烦，那他的心里如果要一直去跟那些令他心烦的事对抗，他可能没有办法常常给你很浪漫的感觉，或是很恋爱的感觉，或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关注你的需求。当然我觉得这个人在他比较快乐的时候，他也会对你比较好，但是当他自己不快乐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没有心力去关注你，也没有能力去给你爱，然后有点像是他就是先撑下去，他不能够解决那个问题，他就先撑着。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一个很相信爱的人，就是你们很相信灵魂伴侣，很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爱，然后如果遇到的话，你们就会把自己完全的投入在里面。可能你本来是一个比较自私、比较顾自己的人，可是你们遇到那个真爱，我觉得你们会愿意去打开自己，你们会有很大的转变。然后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连接的时候啊，你们其实也想要把它视为真爱，但是对于对方来说啊，你们之间是有一些差异性的。你应该也明白，就是你跟他的个性上是有一些差异的地方。你们很相信爱，可是我觉得对方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能够相处比较重要，有的时候不是爱与不爱的问题。那你们可能会觉得，如果这个一面镜子好摔碎了，破一个洞，就完完全全不要了，你要找一面完完全全新的闪亮的，可以去照耀整个你的那个镜子。可是对方可能会觉得这面镜子有裂痕了，好，就拿胶带补一下，也许还是可以去看见。我觉得他看见自己就可以得过且过。也许你们对于爱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在关系中，可是对方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甚至他不是一个对于爱情他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就是说我就是爱你，或是我就是不爱你。有的时候他觉得爱跟不爱是有一些灰色地带，我可能有一点爱你，可是有的时候我的心会飘走，就是有一点灰色地带。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我可能不想要理你，但是当我想要出来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想要去抱抱你。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爱的这个定义跟你们不是很相同的，所以我觉得他对于爱的需求跟理解对你们跟你们是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很像是在平行线，他会觉得说这样子可以啊，这样子就够了啊，为什么你们会需要他，或者说期待他去做一些他觉得没有必要的事情，或者他也不见得做得到的事情，或是说他可以做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你们是蛮愿意，或者说蛮喜欢跟对方去谈心或是去交谈的人，但是对方的这个表达情绪的能力，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表达或是回应你们，而且他也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一谈再谈，对两个人是没有帮助的。甚至我觉得你们如果在关系中遇到困难，我觉得你们会是那种想尽办法去解决的人。可能你们会去看一些书，或者是说你们会想要去找咨商等等的，就是你们会想要去用一些方法去解决。可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人来说，他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有用吗？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事情去跟其他人讲呢？就是让一个陌生人来评判我们的事情，这样子是蛮奇怪的。然后这样子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我觉得他也不会觉得他需要去学习，或是去参加课程，或是去咨商。我觉得这个人感觉上也不是就是也不会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一组的感觉会让我觉得说，其实你是对对方很重要的，但是这个重要比较像是你是他的家人，如果你过得不好，他会难过，他会希望你过得好，或者是有点像是姐弟啊、兄妹这种，是一种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去忽略你这个人的存在，在这一生当中，他会挂记你，他会想念你，就是他是
他怎么说呢？他是爱你的，但是这个爱中，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稳定的，不是你们想要的这种浪漫的爱哦。他爱你，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好像对你这种神魂颠倒，或者是说整个世界为你倾倒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他的爱比较像是细水长流。好，希望两个人都可以很好的在彼此的生活上继续前进。如果可以携手前行，互相陪伴，就是两个人这样子平平顺顺的相处下去。如果不行的话，他也希望就是在分开之后，你们是过得好的，你们是就是身边有人陪，有人照顾的。他不希望一个他心目中这么重要的人，然后是一个过得不快乐，或是说比较封闭自己，或是比较低潮的一个状态。他不会想要看到你们这个样子，因为他会心疼，他会难过，因为你对他是重要的，你在他心中绝对有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然后在这段关系的流动中，我会感觉到此刻他是有很多后悔的心。如果可以弥补，他会希望去做一个道歉，他会希望去把话说开，因为他有体认到他当时有很多举动、很多想法、很多做法是不成熟的，然后有一种谢谢你的包容，谢谢你的付出，可是他当时不明白，现在才懂得的一个感觉。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那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订阅、按赞或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我们今天要占卜的主题是断联、分手，或者是忽冷忽热的那个他哦。目前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他对于你们的这段关系有什么样子的想法？那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们，其实从这副牌的能量看起来，我觉得对方对你的感觉其实蛮憧憬的，特别是我觉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在他的心目中，你在他的脑海里其实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哦。我觉得你们很多的方面，很多的条件是符合他的理想的对象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遇到你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很像是一个梦想，很像是一个挑战哦。然后他也蛮期待可以跟你发展出一段很美好的一个关系哦。我觉得这个人跟你其实有着蛮多的回忆，有很多的回忆，有很多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那些都是你曾经留给他的。然后曾经你就是他对你的这个爱我觉得就像潮水一样涌来，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在他脑海中就像影片一样，一幕一幕的，他是会回想起来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有在犹豫说，他到底要把这些记忆跟你的这个记忆封存呢，还是要删除呢？他其实很犹豫，但是我觉得目前呢，他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去删除你的照片、你的讯息跟你们的点点滴滴的。你在他心中其实留下了很美好的一个形象，很美好的一个影像哦。有点像是那些年你们一起度过的日子，一起就是看过的电影，一起听的音乐，一起爬过的山，一起走过的那个潮起潮落，一起去的那些旅行，这当中是有非常非常多画面的。你会是他心中一个没有人可以替代的一个角落，而且我觉得那个幸福是真实的存在的。你们之间曾经有那个两个人都会想要努力向彼此靠近的那个心哦。然后我觉得他比如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假设听到你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说看到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是说吃到你喜欢吃的东西，其实他还是会想起你们的
而且如果你们曾经留给他一些这种纪念物，可能你们手写的卡片，或者是说你们织的围巾，或者是说某一个特别去为他准备的那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那些东西他其实还保留在身边，或是说他还有在使用，或者是说你们跟他传的一些特殊有意义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在脑海中会不断的去回想，不断的去在他心中打转哦。那这个人啊，感觉上你跟他之间哦，有一点拉扯，有一些关系上的竞争，因为刚刚说过，你们对他而言是一个场景，是一个美好。我觉得他其实也蛮在意，就是你们是如何去看待他的，你们是如何去看待他这个人的。他内心其实有点矛盾，有的时候他的嘴是比较硬的，他不会这么就是说清楚讲明白你对他有多么的重要，就是他不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那他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好好的去面对，就是他没有能力，或者是说他觉得他不需要好好的去处理，好好的去面对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可能就是会作为给你们一句话，然后就作为这个关系的一个结束，或是说暂时终止。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在感情上，在你跟他的关系中，他其实是有一点主导的地位，就是这个感情的走向，感情的方向要怎么走，他是有那种掌控权的。可是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掌控权其实是在你们身上哦，也许是你们给他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刚开始在进入跟你的关系中的时候，他其实真的是蛮投入的，但是随着时间我觉得他好像慢慢的把他的重心转移到他的事业上，或是说他的生活上，或是说他在追求的某一个理想，某一个理念，或是名声哦。我觉得他很热衷于某一些可能团体的经营，或者是说他在追求物质生活，或是在实现他的理念跟信仰等等的。那在这个他的理念，他的事业跟感情两相权衡之下，我觉得他有点像是选择了比较去牺牲感情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也不想要输给你们，就是他不想要在感情里面是比较弱的那一方，是比较差的那一方。他其实这边有这个 leadership 这张牌，然后还有力量这一张牌哦，好，还有这个成长。我觉得他其实会希望两个人在关系中是1+1大于2，可是这个1+1又好像不是完全平等的。我觉得他会希望他握有比较多的主控权哦。那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们在这段关系中，如果他是那个比较称王称后的角色，并不是因为他真的这么强，而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把位置去让渡给他，你们让他坐上这个比较高的那个王位，让他可以去控制，让他可以去掌控。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不是不明白，你们只是退一步，或者是不想要跟这个人去争执哦。那我觉得他会花蛮多时间在他个人的成就或个人的精进，或是实现他的一个理念上。因此他分给感情，或者是说分给你，假设你们是有小孩的话，就是分给你跟小孩，或者说就是分给你的时间会比较少。而且我觉得他好像会很在乎说，他因为跟你谈感情，他好像就是会花很多时间，他要照顾你，他要陪伴你，因而就是使他本来应该就是可以更快达成的目标落后了。我觉得他心中其实很着急，所以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在感情中其实有一点心不在焉，因为他其实好像会一直想着，一直挂念着他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种倾向，就是他在感情中一旦比较稳定下来，或者说他对你们比较放心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专注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会把其他事情看得比
感情还要重要，就是就短时间而言，就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忽略了一些人生的优先顺序，究竟是谁才是陪他走到最后的人，究竟是谁才是真正会关心他的人。因为他有时候会搞不懂，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而会花很多时间在他的朋友，或者是说取得上司的一个认可，他把他们的这种眼光还有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会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要，他很希望获得他们的一个好评，一个评价，他很希望他们在他那边得到奖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会觉得你理所当然就应该要给他奖杯，就是理所当然，就是好像关系就是这样子了。他会觉得他不需要花太多力去经营跟维护，然后你们都要去喜欢他，然后要去维持那个热度哦。我觉得他对自己好像有一点笃定跟自信，因为他会觉得说，好，我把我自己经营得很好，内在外在都很好，然后又有一个很好的可能工作啊，就是对别人来说，他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在市场上，婚姻市场、感情市场上的一个物件。那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你怎么可以不喜欢我呢？有点像是他很努力的在追求那些可以给他加分的东西，而去忽略了跟你深层次的沟通跟心灵交流。其实你们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条件绝对不差，因为这个人眼光蛮高的，他一开始会就是跟你们暧昧，或者说跟你们发展一段关系，一个连接，一段感情，条件绝对不差的，因为他看人就是有他一定的标准。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人有他不能说不爱你们，我觉得他对你们也有那种很宠的时候，就是他给的爱可以让你融化，你会觉得怎么会有人可以那么温柔，他是可以非常的投入的去爱你，用尽他的心，然后把你就是完完全全的去倾听你，然后让你可以感觉好像很梦幻，好像觉得心贴的心，然后会有非常悸动的那种感觉，他是做得到的。只是我觉得他不持久，他没有办法很持久，他在感情的热度的这个维系上，还有这个新鲜感，其实他比较容易下降。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一段时间可以对你火力全开，然后让你觉得说，哇，你自己是很有魅力的，他被我迷得神魂颠倒，然后会觉得对方对我很好。可是这个东西不长久，接下来他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了。我觉得他对就是生命中是有激情的，然后他对性这件事情也是有激情的。他会想要去争取很多更好的东西，刚刚说过，像他的人际，像他的事业，像他的这种声望，或者是说他的经济条件、物质啊，或者是说他争取某一个理念、某一个信仰，他去为他关注的议题发声等等的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于感情的热度没有办法就是一直维持着很热，他会降温。那可能你们会觉得他在关系中有的时候有点自私，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情绪累积久了，就会慢慢的感受不到对方的爱。可是我觉得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比较强势，比较喜欢去主导关系走向的人。今天不管是面对你还是面对其他人，我觉得他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他现在想起你的感觉有点像是他其实会记得很多那种很灿烂的回忆，像烟火一样的回忆，你给他的那个悸动，你美好的这个形象，还有你们当时曾经不顾一切的这么爱的感觉哦。然后现在想起来就有一点遗憾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曾经就是真的，他有为了你的快乐去做蛮多的努力，只要你快乐，他做什么都愿意。也许他是跑你们远距离，然后他就是为了给你一个安全感，然后他会常常传讯息给你，然后
已读必回，或是说呢，他会就是去开车来找你啊，就是克服那个距离的困难，或者是坐飞机来找你等等，他会让你感觉到你对他的重视，就是只要你们快乐，他其实愿意做很多事情，曾经是有这样子的，而且你的微笑是点燃他生命中的那个色彩，然后我觉得你们有那种非常不顾一切的去爱，然后非常投入的去爱的那个时刻。可是后来啊，有一些东西被现实、被经济，或者说被距离，或者说被两个人相处个性上的一个磨合打败，被现实打败，但是你对他而言呢，还是他心目中没有办法去忘却的一个人，你占有他心中的一个位置。他可能曾经以为只要他去爱了，就可以去克服很多事情，可是可能最后啊，还是有很多的无奈在这里面哦，就是两个人的人生规划走向，有的人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家人的议题，就是我觉得会有第三方的能量在这段感情中，所以就是有一点遗憾的感觉。然后这个遗憾哦，他不后悔认识你，就是他会觉得认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错误，可是又因为看起来目前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他会觉得这个遗憾是很美，但是又非常的无奈的。而且你跟他的这个幸福啊，我觉得是真真切切燃烧过，也真真切切存在着。在这段感情比较淡，或是说最后放手的那个时刻，我觉得他也是有受伤的，有心碎的，因为那个对比其实蛮强烈的，就是曾经他为你耐心的守候，耐心的等待，然后一直去期待你的这个讯息，以及你们两个刚开始相处的时候那个悸动哦，就是他看到你的时候是很有身体反应的，让他脸红心跳，让他心跳加速，你们是会让他有欲望的那个人。然后你跟他一起经历了那些东西哦，两个人一起过的那些日子，你走进他的生活中，你确实也改变了他。然后我觉得有什么东西进入到你们的关系中，让你们关系的节奏被打乱了，那可能跟你跟他当初设想的结局都不相同哦。他每次想起你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种遗憾，然后有一种无奈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他并不会怪你们，因为他不会觉得这段关系的就是走到目前的走向，他不会觉得是你们的问题，反而是我觉得他有察觉到你们在关系中其实有一些事情你们是不快乐的，就是明明很近，但是两个人又好像隔着很远的这个距离啦，就是物理上的距离很近，然后有的时候心理上的距离却是很远。然后他也觉得他好像能够付出的，能够给你的不是你所想要的东西，而你所想要的那些，他好像又没有办法一一的去满足你们。他察觉到你们之间有一些不适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不适合上，他还是有试着想要去尝试，因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放手，一开始就想要认输。我觉得有点像是两个人都有尝试过，两个人都有努力过，然后这一种两个人后来好像都累了，然后都很难过，虽然很难过，但是却还是想要彼此，就是有各种矛盾的心情在里面。好，那这样子的开始，这样子的结束，有点像是希望这样子的决定对两个人是好的，不要再痛苦，不要再因为这段关系把彼此都拘束着。也许他会觉得好，今天他离开，或者是说他让你离开，他放手，好，他让你走，是对彼此比较好的。好，他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他没有办法陪伴你，没有办法满足你，没有办法跟你一同跨越，继续在这样子
拖下去，会不会让彼此的关系以及仅存的这些美好的记忆回忆都消失呢？或者是说都慢慢的不见呢？所以我觉得他做出决定，或者是说他在感情的尾声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不舍，也非常的难过的。那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一段关系啊，其实有一段时间有点像是生病了，好，但是我觉得生病了、受伤了没有关系，好好的去面对的话，未来还是有路可以走的。只要他找回他心中的勇敢，勇敢是很重要的，而且勇敢并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中虽然还是害怕，还是担忧，但是仍然愿意去面对哦。我觉得当你们愿意先勇敢起来，愿意先相信你自己，然后也相信对方的话，其实对于这段关系中是可以注入新的能量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要停止检讨你自己。如果你曾经有想要检讨你自己，觉得说他的离开是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或是说你要求了一些你不该去要求的东西，或是说你们太过不切实际，那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段关系啊，其实有让对方长大，有让对方去蜕变哦。而且我觉得当时间经历的越长，然后他去省思之后，他心中沉淀下来的东西就更多，他就能够更觉知，或者是说更看见过去在关系中的你跟他。我觉得他可以更明白你们两个真的是曾经相爱过，曾经深爱过，以及他可能做了一些不成熟的举动。我觉得对于他而言，他要去整理你跟他的曾经，他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但是我觉得他会慢慢的，当他有空的时候，他会慢慢的去在记忆中洗涤，然后去淘汰那些坏的，留下那些好的。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不管你们关系目前走到什么样子的位置哦，其实你跟他都有因为这段感情去成长，你跟他的能力跟境界都因此被扩张了。虽然有痛，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成长。而你们曾经跟他说过的话，你们的表情，你们的动作，我觉得其实都是有留在他心中的，有留在他脑海中，有留在对方心中的。那我会觉得说目前的这个状态哦，其实第二组的朋友要先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人哦，他不会因为你过得很糟，或者说把自己弄得很乱，来找你，来秀你，来心疼你。我觉得这个人的爱，他是一个很实际的爱，就是说呢，他今天会对你好，喜欢你，是因为你满足了他某一方面的条件哦，他觉得你很棒，他觉得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的这种生活啊、事业都是有价值，都是有加分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也会用尽全力来追求你，或者说想要跟你在一起，来靠近你。可是如果说你们今天因为这段感情过得很萎靡的话，我觉得对方反而会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会对于这样子的状况会有一点想要后退，因为我觉得他某一方面而言，他在感情中是一个更重视自己的人，比较看重自己，比较顾自己的人。但并不能说他不爱，我觉得他的爱是建立在你满足他的条件，你满足他的需求上。如果你都能够做到，都能够符合他心中的标准理想的话，我觉得他会给你满出来的爱，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只要你可以做到的话，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不用把对方的需求全部都放在第一位，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太顺着他，
一开始这么做，我觉得对方会感激，可是久了之后，他好像就会习惯哦。我觉得在这段关系中，偶尔当一下小恶魔，就是偶尔展现自己比较使坏的那一面，也未尝不可。就是不要把自己过得太过委屈，然后对他委曲求全，对他配合，我会觉得，如果要跟这个人相处啊，多一点自信，多一点独立自主，以及让自己闪耀，以及想一想当初你吸引他的那些地方是什么。你先让自己快乐，其实这个人反而会想要向你靠近。你先把你自己过得好，经营得好，不管生活事业上都是，反而会对于这段关系的延续是有助益的。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你有帮助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或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对方目前呢，对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哦？那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他对你的这个感觉哦，有就是不同的情绪掺在里面哦。那我觉得他在回顾过往的时候，有一点像是在，想说你跟他的感情发展到现在，你跟他的关系连接发展到现在。好，这边有一张牌是说，我们失去了什么？就是这张牌有点像是这个熊啊，还有这个小女孩，他们都从这个井都探头望，说这里面有什么？我觉得他有一点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就会想说，你跟他一路走来，有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可是两个人都去忘记了，就是也许那个是曾经你们一个很重要的约定或是承诺，可是后来随着时间流逝，两个人好像都忘记对彼此很重要的事情哦。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把自己一个人关起来，或者是说呢，他会在晚上就是对着手机荧幕、对着电脑荧幕发呆，然后会想着那个往事一幕幕的样子，然后再想着你跟他曾经这么深刻的一个连结哦。那他心中其实有一点不懂你们真正要的爱是什么，然后他有的时候看到身边的人感情很成功的话，他也会有一点感慨，因为他觉得他的感情可能有些地方他觉得不是很顺利，就是说我觉得他的感情中是有失败的这个经验哦。不管是他被分手，或者是说你们断联他，你们离开他，或者是说在这段关系中是谁做出要比较就是淡出的这个决定，我都觉得他会觉得没有好好的维系，没有好好的守护，也算是一种失败。也许啦，他觉得他不能给你想要的那一种未来。那有的时候啊，他可能会选择就是安静的、默默的离开，这种安静的结束，也是他选择去，怎么说呢？选择去保护自己，或者是说保护感情的一种方式。在这样子的关系中，如果你们现在是分开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分开有代表的是一种理解哦，理解两个人努力了，两个人有一点走不下去了，所以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我觉得他心中也是蛮难过的。那你跟他之间呢，可能不一定有太多的言语的拉扯，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当中可能不一定有太多的这种争执争吵，当然会有一些小的意见不合的地方，可是没有上升到非常严重，像是大打出手，或是真的对对方做一些
非常无理取闹的事情啊，一哭二闹三上吊，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是没有走到这种程度，因为对方还有你都希望彼此在感情中是可以体面的，就算这段感情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也希望可以就是体面的让两个人都有台阶下，因为毕竟真的是一段很真切的一个感情所以我觉得他好像就他的判断而言，他明白看着你离去，或者说让你走，也算是一种祝福，也算是一种幸福。如果说他现在的退出，或者是说他现在的离开，也许可以换来你未来更大的一个幸福就是不想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或者是说他觉得人的青春、人的年纪是就是人的青春、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如果说牵牵扯扯又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看到的未来，或者是说两个人在某一个点一直都没有办法磨合的话，这样子好像也会耽误了彼此那我觉得在这段感情中啊，就是投入的人、专心的人，很容易心会感觉到被伤害。这边有一张治愈的牌我觉得你跟他都有心中有受伤的地方，可是受伤的程度跟复原的方式跟复原的这个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会觉得他对于爱情其实是有期待，但有想象的，但是呢，他不确定他能不能够得到他心中所期待的那一种爱情。然后他对你的心态其实很矛盾就是他想要看到你，但有的时候又想要躲起来，他难以决定。他觉得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去了解他，甚至他现在还在犹豫说到底要继续还是说要真的放手。所以他想要去靠近你的那个心是有的，但是他又觉得你们其实也是蛮聪明的，也是蛮冷静的，所以他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样子的身份去参与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回归。当然如果他要回归，他不希望他是一个比较落魄的姿态他希望他在你眼中的那个形象、那个样子还是好的。我觉得这个好的不一定是说他有多成功，而是就你的判断标准而言，他是一个好人，他在爱情中是一个这个好人不是好人卡的意思，就是他会希望他在你眼中他的这个对待感情、处理感情的方式是好的，是可以被你们肯定的。那他有一种好像因为觉得没有人可以了解他的心情，所以他有一种我想要暂时休息一下。这边有一种休憩的牌，这只狗狗躺在月亮上，它暂时在休息，暂时想一想，累了就不想动，好像有点他想要回到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怀抱，就是在这个空间，在这个时间，他就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做好，这个是属于他个人的一个放松的空间。那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跟你们说清楚讲明白的，然后他有的时候会想说，如果有机会再次跟你开口说清楚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这边有一张是就是真相被说明，这个说真话说实话的一张牌。然后这张牌非常的我觉得很可爱，它画的是猫头鹰打开它的心让你看，然后在这个心这个打开的窗户中散发出很多小小的爱心。也许你跟他如果愿意都打开心房去说实话，会发现其实你跟他中间是有爱的。好，这种相爱
的那个冲动是有的，然后想要在一起的冲动也是有的，可是好像呢两个人就是有一种越来越遥远，然后有一种隔着玻璃的感觉，隔着玻璃，然后两个人默默的眼泪都流了下来哦。我觉得在这当中啊，其实他有感受到你们对他的爱，但是他可能没有去说明，就是有的时候他在这段感情中其实是予取予求的，他是去好像有点像是挥霍你们的信任，挥霍你们的温柔哦。好，他其实明白，但是他没有说。那他也明白，他给的你的那个东西并不算多，并不算是能够去满足你们的，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后悔，然后他没有好好的把握住。那这边说，当真相被说明的时候，就是他其实是有就他心底会有一些非常非常柔软的一面。那如果你们现在呢身边有人的话，我觉得他会有一些嫉妒的心情在里面。如果他感觉你们有人了，或是说他猜测你们就是另外有伴侣了等等，我觉得他内心会有一种嫉妒感。那这个嫉妒感其实是一种比较有毒的情绪，可能去腐蚀他的心，因为他现在好像也无能为力去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点就是用他的倔强来好像包装他内在的脆弱，有点像是他说他想要自由，他说他想要拼事业等等的，用这些理由来包装。他有一点就是说不难过，其实很难过。然后这段感情究竟是谁先去挣脱，或是有的人就是强迫放手，不知道你们是哪一方。不管是哪一方哦，我觉得这个人的心中都是有一些后悔，有一些遗憾的，有一些觉得自己很抱歉的地方，他没有紧紧的抓牢你的手。也许你们在这段感情中有就是在他面前哭，或者说最后的那个画面，他会知道你是很难过很哀伤的。那我觉得他有一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觉得他不能够去说清楚讲明白，但是那些东西对你们来说又非常的重要。然后这里的牌有一种原谅我，就是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原谅我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说清楚讲明白，为什么离开等等，然后让你们因为好像纠结在某一个真相某一个理由很难过。我觉得他知道他在这段感情中有比较狠的那一面，或者说比较无情的那一面，他知道。可是我觉得他又是在他的这个背后是觉得他是出于某一种怎么说利益盘算嘛，或者是说就是出于某一种他觉得是对大家都好的一个决定，一个想法，就是他有思考过的，他并不是全部都是情绪的冲动的去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情哦。那我觉得在这副牌的能量啊，就是有很多的真相它需要去被说清楚讲明白。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沟通说明，没有好好的做心灵的交流，他其实会耿耿于怀，就是他的心中会因为这件事他会惦记着，会有一些小伤痕在里面。哇，我觉得他呢真的是需要给自己好像有放一个假一样，他需要就是做很多事情让自己活络起来，然后让自己忘记一些不愉快不开心的事情，也许是很投入到他的社交，很投入到他的工作，很投入到他的兴趣等等的。然后我觉得他内在也是有很多刚硬的一面，所以有些东西要他说清楚讲明白谈何容易呢？而且这边出现了2张 Grace， 这张就是有两这个意涵的牌哦，一张是塔罗牌的15号，一张是神谕卡的49号牌。
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蛮注重他的就是体面以及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哦，他不希望看到他不希望被你看到他是一个好像弱者，或者是说需要求援的一个态度，就是他还是很想要去维护他的自尊心跟面子，即使他的内在是疼痛的，是裂开的。然后我会觉得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哦。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他想不明白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其实是无路可退的。如果在可见的未来可见的时间内啊，就是可预测的时间内，他没有办法回归到你的身边，他会想说，那他是不是要试着去忘记那些无数的回忆呢？去忘记你，去忘记那些想忘又不能忘的事情。我觉得他内心就是很矛盾。然后如果你跟他是整个断联失去消息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说，其实他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们两个会走到这种程度哦，然后他会没有想过就是你会这样做，或是他会这样做，所以这段爱到底是不是爱错呢？我觉得他其实也不明白，但是这个问题啊，对他来说是不是爱错这件事情也不是这么重要，因为爱都爱了嘛。我觉得他现在还是想要去往前看好，因为那些他犯过的错，不管能不能原谅的错，或是说两个人在爱情中对彼此的那个错过，他其实是没有办法重来的，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就是错过的东西真的已经错过了。好，他有一种，他觉得他本来是可以掌控整个局面的，他本来以为他所有的幸福都可以去掌控，他都可以预测这个感情的走向，或者是说这个是人为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可是他现在再回想起来，其实他会觉得在你跟他的连接，在你跟他的这种交集中，其实他确实有犯过一些错，但是这个错是在当时他认为他深信不疑那是对的。好，他现在有一点他愿意承认他曾经犯下了一些错，那些错是他当时怎么样都不愿意承认是他做的不好，或者是说他没有意识到那个是一个会伤害感情的这种行为举动或是思想。他在感情中呢，感觉上也是就是有一些波折，有一些伤害，有一些受伤的感觉。所以有的朋友，你们今天面对这个人啊，会因为过去的经验，就是好像目前对感情有一种我不想要再特别的抱持期待，虽然是不想要抱持期待，但是心中又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说我不要期待，有点像是觉得自己期待可以去达成的几率很小，所以就硬说我不期待。其实他是期待的，而且我觉得他曾经因为你的出现，让他心中感到很特别的感觉哦。而且我觉得他曾经美化了关于你的一切，就是觉得因为你是命中注定是唯一，所以他就是把你放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位置上。那当然咯，很多就是事情啊，在相处起来一定会发现好的跟不好的一面，就是优缺点都会出现。然后在这段关系中，我觉得他是很需要安全感的，他非常需要他在爱中，就是他在感情中是深深的被对方爱着。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有时候感受到爱的方式是性，就是透过性，透过这种就是肢体交缠，就是很直接的最原始的欲望的表达，可以从对方身体的反应跟眼神知道自己是深深的被爱的。那个时候有时候内心的空洞就可以满足，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结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说可以在性这个议题上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好像顺利进行、顺利开展，达成一个共识、协调好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助于这段感情的一个进展哦。那我觉得这个人其实在你们心中已经好像停留了蛮长一段时间哦。有的人是跟这个人分分合合，有的人是就是你跟他之前就认识了，但是因为命运的捉弄，就是有一种错过的感觉，大家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然后有一段时间断联等等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他呢其实也会想要主动的去联系你，好，但是他又因为可能过往的一些经历啊，他有一点不勇敢，因为他面对不了自己，也面对不了别人。有一些朋友，好，因为你跟他的情况感觉起来比较复杂，你们要在一起是要去突破阻碍跟突破压力，还有就是如果你们要在一起会有人是反对的，会有人去失望的，会有人去受伤的。这可能是这个人他本来是有伴侣，或者是说他现在身边是有在交流的人，也可能是他的一个家人等等的，或者是说你们这边的一个在交流的对象，或者是说你们的一个家人。我会觉得这一组牌有这样子的能量，你跟他如果要在一起，有人会因为你们的爱而受伤，有人会因为你们的连接而好像情绪波动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有受到多方能量的拉扯。我觉得你跟他的相遇啊，其实在这一生应该是有很深的一个缘分会有很多很多次的相遇，甚至我觉得你跟他就算在分开之后啊，断联之后，也有可能就是偶然的某一天，在某一个转角遇到，在某一个场合遇到，或者是说呢，你就在某一个情况下看到对方的讯息，可能是在网络上等等，或是说好从别人传递来的一个有关他的讯息，有可能是他好在这个茫茫人海中，他就是有看到你，跟你擦肩而过，但是你们可能没有留意到他，就是我觉得你们就算是断联，也会在这个实体或是网络上的一个空间相遇。可是这个相遇很巧妙，有可能是相遇的时候他注意到你，你没有注意到他，或者是说你注意到他，他没有注意到你。你们两个有点像是在一个旋转木马上，两个人各坐着一只马，然后两个人都在向前嘛，你想要向前追，等一下靠近他，追上他，他也想要向前追上你，靠近你。可是因为你们是在旋转木马上，有点像是你一直都看到他的背影，他也一直都看到你的背影，两个人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一组的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哇，有很多很多的无奈的情绪在里面。那我觉得如果他目前没有在你们身边的话，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在你的身后，他希望他用他的方式默默的守护着你，默默的为你去遮风避雨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人对你，他其实心中还是有一些期待的，而且我觉得他甚至是期待着可以跟你在某一个对的时间点再次的相遇。我觉得你们在他的心中是非常那个形象是很好的。这边还有一张太阳牌，你曾经是他的太阳，去温暖了他的心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对生活的热情、热爱跟激情，以及想要让自己变好的心，其实是有感染到他的。所以他其实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希望可以尽他的一份心力去保护你。然后我觉得这组牌有一点，就是他会有一点对你们好像特别的心疼，特别的怜爱的感觉。那这种感觉这种心疼跟怜爱，不一定是说你们就是一个很弱势，或者是说
你们就是特别需要保护的人，而是我觉得他看待你们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说呢？姐姐看弟弟，或者是说哥哥看妹妹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他有一种爱是这种比较这种父爱或是母爱的感觉在这里面。对，而且我觉得啊，你跟他在相遇之前，其实你们的灵魂层次就已经先相遇了，所以你们就是受到这种彼此频率、彼此能量的吸引才会靠近。而且我觉得他的心啊，在看见你之前，其实就已经做了一个约定，做了一个承诺了。那我感觉是这组牌的人，你们之间是有一些这种业力的关系的。那这个业力呢，有点像是一体两面的能量哦，它有甜的，也会带来苦的。但我觉得你们把这个苦的东西就是吃完了之后，其实它是会有甜的部分流上来的。而且我觉得你跟他再一次的情感的连接是有机会做一个突破的。突破之前可能业力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去往更新的方向去开展，你们可以去改变。这边有一张这个蜻蜓的灵魂，它讲的是改变。这个改变呢，不是说你要去改掉对方，就是改变对方，不是说你们要执着去改变对方觉得不符合你期待的部分，也不是说对方要去改变你，而是我觉得两个人都要共同的，因为想要这段感情，想要这个联系更加深，然后两个人共同的去接纳彼此之后所产生的改变。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改变是你跟对方在真实的自己被接纳之后，它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我觉得这个改变的动力不是说你强迫自己去改变，或是对方刻意去改变来配合来磨合，有点像是你们是先爱了之后，先感受到爱了之后，内心充满能量之后，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跟前面变得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感情中，在这段关系中，你跟他的深层次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呢，他的防卫心也蛮强的，一旦他受到批评，或者是他觉得他在感情中的这个你们对他的关注力下降，不被喜爱的时候，他的自我防卫机制其实就会启动哦。如果你想要去改变他，有点像是你想要去否定他，然后你想要把他变成你心中理想的样子，那就代表说他现在真实的样子是不被你喜欢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把手松开一些，反而能够去抓住更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这段关系中啊，你看这边有这个 Ace of Pentacles， 还有这个 Seven of Wands， 在这段关系中啊，好，看见关系中正向的一面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当对方啊心中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很需要你们的肯定，很需要你们去看见你们两个在关系中他做对的事情，符合你期待的事情哦。也就是说，这段关系不可能说完完全全你都是不满意的，或者说完完全全你都是满意的，中间一定会有一个比例。我觉得他会希望你们不要执着在那些伤害上，不管那个伤害是大或是小，可是如果你们一直专注在感情的伤害、误会、困难跟阻碍上，很可能就看见了对方曾经为你做的，或者说现在还在为你做的那些好。对，那有的时候啊，这个人他其实也有在做出小小的正向的改变，就是小小的正向的向你们靠近。那如果你们可以试着把时间拉远拉长，就是把时间的尺度拉长来看，我觉得对方的灵魂跟对方的身体，不管是这个能量上跟物理上，他其实是想要慢慢的向你靠近。那因为他现在还是有一些矛盾，他不知道他的选择或者说他的做法，他的爱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他也明白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有一些东西就是
达不到。虽然他在外面表现出来的是他是一个很爱面子，就是我觉得他想要呈现的是一个好优雅，或是说处变不惊，或是说很聪明，可以处理一些事情的这个形象，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他在感情中是希望能够去知道感情要怎么走，而不是被动的回应的那个人哦。那在这段感情中啊，有的时候两个人好像会执着于什么公不公平，或者是说付出的多跟少，以及这种时间的付出上的一个计较嘛。好，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这段感情做到很公平，也没有办法去维系两个人的亲密感，因为公平就是好，就是他要求的你有做到，你要求的他有做到，可是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增加两个人的粘着度，顶多会觉得天平上放的东西是一样重的，可是那个心是没有办法更加的靠近的。所以我觉得这段感情中讲输赢或者是说争对错，好像是会阻碍了两个人的情感连接。他很需要你用正向的眼神去看他，而且不要在爱中很容易因为一些小缺点或是不如预期的事情而感到失望，或者是说因为他做错一些事情，你们就用二分法来去划分他，就是说他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或者说他就是一个很糟的人。好，我觉得他其实蛮需要你们正向的鼓励跟宽容。那即使是断联的朋友啊，我觉得他也不希望你们在回忆里想他的时候是有一些责怪，是有一些埋怨的。他希望留下来的东西是好的。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再次回归的话，或者说如果有这个机缘再次回归的话，真的那个就是一个重新改变的开始。当两个人真心接纳彼此之后，这个改变的动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两个人都会达到一个蜕变，两个人都会好像往上一个层次去成长，眼界啊还有整个怎么说呢，因为人生的这个经历，感情的经历，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更加的圆融，在看待彼此，在看待这个连结上。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解牌，欢迎帮我按赞、订阅或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